延长甲，我们着重要学的是延长甲。之前呢教大家做过的是什么？是这个本甲的建构，对不对？之前教大家做的是本甲建构，本甲建构的要点还记得吗？本甲建构的要点，我这个字儿哪里看不懂也跟我说。本甲建构指的就是短支甲，短支甲。哎呀，我好好写啊，我好好写啊，你们看不着。来，本甲建构指的是短支甲，你像我这个自己的支甲去给它做个建构，是不是？但是延长甲一般来说，至少我们的延长出去的部分在5毫米以上。不管你是本甲还是延长甲，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些理论都同样可以用。就是在微笑线，我写着游离缘吧，好不好？游离缘、微笑线，你看我说这些词儿，如果说你前几节课最基本的没有跟，有可能就跟不上。游离缘大于5毫米，就是大于等于5毫米以上，大于等于5毫米以上，不管5毫米是多少呀，1厘米这么宽，5毫米大概这么长，对吧？我的本甲就算再短，但是指甲长出去那么长了，那么相对来说，你就要按照这个延长甲的基本操作来定，不是说就算我的本甲我留到这么长，我也当成这个咱本甲建构来说，不是的啊，不是的。所以说这个呢，首先需要大家去辨别清楚，好了，然后那个在做延长甲之前，我需要先给大家普及一个最基本的知识，就是在于本甲建构它有一个要点，但是我们延长甲建构也是有一个要点的。延长甲的建构方式要跟本甲会有一些区别，需要大家牢牢掌握。因为本甲做好的话，延长甲相对来说更要容易一点。但如果说本甲控胶控不好的话，做延长甲就比较麻烦。不管我们接下来是要做半贴、全贴、浅贴，还是做这个水晶延长、无指托延长、指托延长，都是一样的。它的操作标准以及目前用到的这些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今天不管今天课程可能不是会很长，但是我会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你们一定要做好笔记，好吧？来，我先来跟着我画一个啊。跟这么长时间应该是可以，你们也可以，就是最基本的指甲画法。来，画一条横线斜下来到这儿，然后慢慢延伸出去。延伸的部分代表的就是我们的本甲长度啊。有的人他的甲床比较长，有的人比较短，对不对？就根据他的本甲长度来定。好了，在下面画出它的这个指头的宽度，画到一半的时候就不要动了，然后把这边给它绕下来啊，这就是我们的手指，但是没有指甲盖的手指。来，再从这儿慢慢轻轻的给它画一个它的本甲啊，这是它的本甲。好了，这是本甲的这个图，大家还有印象吗？延长甲相对来说它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我就快速去说啊，大家有问题不懂的，立马在这个下方评论区打一下，好不好？打一下。好了，假设说我的延长甲长度要到这儿，好了，我们从侧边来看，一般来说就是从这个甲沟的位置一直延伸出来的这条线是一条直线，对不对？是一条直线。我的这个呢是偏向于梯形一点点，或者说偏向于叫方圆一点都可以，就是其实是有一点那个小偏梯一点点啊。来，所以说我们就沿着这个甲沟一条线啊，这是一条直线。那有的这个宝宝他是一个斜的或者弧的怎么办？那不管怎么样，从边缘开始或者从中间开始，下端一定要连直线啊。大家注意听好这个细节，之后会用得到。好了，一条直线出来。本甲建构写的啥？短指甲啊，指的是短指甲，延长甲指的是游离缘大于等于5毫米以上，就是不管是本甲还是延长甲都比较长的这种，好吧？就按照今天的这个建构理论来啊。有新来直播间没有看明白的，有新来咱们这个课程里没有看到我写啥的，什么意思的，你们就再打一下，因为我这个字儿有的时候一着急就有点潦草啊。好了，来，延长甲延伸出来到这儿，我们的本甲建构是不是有一个高点？我再画一个啊。我们的本甲在做建构的时候，我可能画的会比较夸张，你们正常做是做不到这么高的，好吧？看，这是我们要给它做建构的点。做建构，这是从它的指甲后缘开始，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后缘的流边开始算到指尖的部分啊，这个位置我给大家复习一下，稍微记一记。从指甲的后缘到指尖，我们连一条直线，哎，从这就是连这条线吧。然后从这条直线到这个高点啊，这个高点的位置在哪儿呢？就是从后缘线到前缘线的1/2处。你看，我给你们有的时候批改作业，我会前后画条线，让你们自己去判断你的这个高点是不是在整个甲面的1/2处啊。这是咱们本甲建构的要点。只买了水晶粉，没事儿，那个指托还要明天后天才大后天才会讲，不着急，没关系啊，没关系。
慢慢来就行，现在买来得及，或者上周围去买一下。这是本甲建构，但延长甲建构我们的高点在哪儿呢？注意听，我要讲重点了，我在讲重点。延长甲来说，看我这个支架，我已经长了这么一部分了。你看我的高点现在是在哪里？我的支架高点现在哪里？就从这儿，假设说这是我的支架后缘到这个位置，看一下高点在哪儿？它还在1/2吗？1/2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实际上它的高点是在这儿，对吧？所以说只要是延长甲，从后缘来画一条直线，到前缘画一条直线。啊，不管你是尖形甲、方形甲、椭圆形甲，只不过前端的形状会不一样。在整个后缘到前缘分成3段啊，均等分。这个做延长做建构的时候，我们的高点就在哪里？就在前端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整个甲面的1/3处。整个甲面，我好好写一下，我写的不太好看。整个甲面的1/3啊，这个呢是在甲床，也就是说它的本甲，甲面吧，也是甲面吧，好不好？这样你们不容易记乱。甲面的1/2，这是它们的区别，不是说延长甲是在中间，是在中间啊。你们先来记，待会儿我跟你们说为什么。好，我们高点是在这儿，那么我们在画给它铺胶的时候，好，慢慢来，画错了，好，过来。我画的是一个偏向于T一点点的，这样能看出来吧？能不能看出来？是不是这样比较直接一点？能看懂你们说一下哈，看不懂再问我好不好？我画的这条线可能不太糊，我再给它稍微描粗一点。就你们就是得明白这个意思，而且得记住，不要再说以后做支架自己铺胶不会是一个，但是你高点找不对，那只能说明课程里面没有好好去看啊。能看明白吧？这是我们这个延长甲的整个高点是整个甲面的1/3处，整个甲面的1/3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高点，这个高点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整个支甲的受力点。这个很关键啊，这不是说随随便给你们说几个词儿，这个很关键。它为什么叫做受力点？你看，当我的那个高点，因为这个高点的胶是最厚的，对不对？前缘、后缘、左边两边都是一些比较薄的胶，相对于中间来说，因为它既然高，必然这个位置胶要厚，所以说它既然厚，那个整个力量就在后面，就在你的甲床上。如果你把你的指甲像我现在就做这么长，但是你把你的高点挪到了指尖，是不是前缘就会受重力影响？经常的后缘也会薄，胶也会薄，然后也容易断裂，是不是？也容易断裂。这是我们这个高点，不管是本甲还是延长甲，最高点就是我们的受力点，所以说一定要找准确，就是如果说那有的做艺术甲做到这么长，你怎么办？还去找甲面的1/3吗？其实能做那么长的人，一般是不咋干活的，人家要不就跳舞啊，或者做这个做那，但是很少能做到这么长，但是也有，是不是？稍微长一点也是。就是按照整个甲面来看啊，不要再去找甲床，不要再说我做成。举个例子，假如说我这个指甲做的这么长，看这个画一个大拇指啊，这是我的本甲吧？结果我的指甲做的这么长，来还是甲沟延伸直线出去，那你的高点我再去找高点应该在哪儿？也就是说还是从后缘到前缘直线找它的1/3处，是在这儿，是在这里，能看明白吗？而不是说找甲床的1/2上这儿。能懂我的意思吗？大家能听懂？你们那个打个1啊，能听懂的就打个1。再怎样，从这条甲沟，注意听啊，这是重点。第3个，从甲沟这条线直接延伸出去是一条直线，但是很多同学在做的时候，要不然就上去了，还有什么样子的？我再多给你们画几个。可能没这么夸张，但是我这样一说，你们可能一下就明白啊，标准来说，从这个位置就是上去了。先来说侧边线，我们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用什么方式去做延长，一定记得我们在修行贴甲片找准的时候，你从侧边看，它就是这条线直接出来的，是不是？就是一条直线，并没有说是有那种什么啊，从 A 点又凹进去啦，上面去，这种情况多发生于什么？做这个啫喱延长。
因为啫喱延长，为啥我这一期不会着重去给大家教？因为我不推荐大家做，它那个弧度啊、一直以及它两边的那个胶的控制很不好控制，真的很不好控制。就是我不建议大家去做啫喱延长，就很容易出现这种中间有一个弯弧的程度啊。来，我们把这个指甲做出来。你们先不要管这个是什么甲型，我先就这么说。这个问题现在说的问题说的是甲沟两侧啊。没这么夸张，我往下一点，但是会有把这条线抹掉，你们自动把它忽略掉。好了，重点就是在什么？一定要从甲沟延伸一条直线，也就是从甲沟延伸出一条直线，不是曲线，也不是下钩的线，这是第3个点，能搞懂吗？不管你是什么甲型，你的弧面什么样啊。好了，这是第3个点，来第4个点。搞不懂的抓紧问啊，抓紧问，不好意思，这个过了就再讲，再倒回去就浪费时间。不懂的抓紧问。来第4个，还是来再画几个手指，这都是你们日常会发生的问题。咱先把这些问题都记下来，但凡有点基础的，一听就能听懂。如果说大家是新手小白，你上来去听懂我这个课，真的可能更不台上。来看看啊，这是第1个。第2个，我们针对于不同的甲型。这个我应该之前很多，就每次直播都会讲点不一样的，不同的甲型，侧面看起来，侧面形状线，对，什么叫形状线？什么叫形状线，宝子们？以后我再说形状线，指的就是侧面的这个线啊，就是咱们形状修的这个形状，这条线，侧面的形状线，一个方形甲很直接，这个很关键，方形甲。怎么样做出来会一条直线？那你在铺胶或者贴甲片的时候，就跟 AB 点完全重合。你在放甲片的时候，我就知道放上去，我找准 AB 点是一条直线。你不这样子的肯定不行。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待会儿在做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前段留胶，让它故意找平，再去找平，是不是？具体的实操我们会在之后的课程里面再给大家去讲。你们现在先去把这些东西记下来，扭过头来，这是所有的问题点啊。就是在贴甲片也好，做指托延长也好，修甲型，尤其修甲型的时候，要刻意的去把这条线给做直。贴甲片一般都不用，直接贴完就是直的，好吗？好了，方形甲侧面来看，我这个还算是方圆，所以说前端这个位置看起来是不是有一个弧角？所以说方形甲着重在指尖的时候，它这里就是很锋利的一条线，很锋利的线。锋利。我们要的是锋利的形状线，你们记一下这些词。锋利的形状线，也就是说这条线很干净，直接就唰就出来了，没有上面那些咯咯楞楞的小东西、小毛刺啊，有凹陷，这里高那里低，而且你从侧面看过去，左边右边要几乎是对称的。如果是有问题甲的话，要调整那没招，但是基本上的话，左右这条线你从侧面看只能看到的是一条线，不可能看到2条或者3条，是不是？好了，方形甲来说，前缘尤其是这个位置。一条直线出来，前缘也是一个直角，然后上端给它去铺啊，上端去铺，这个位置有点多，就是这种，这是方形甲。我给你们，在我这个手机上，我待会儿给你们看图啊，待会儿给大家去看图。好了，来方圆形呢，方圆形也是一样，但凡跟方搭边的边缘一定是一条直线，方圆就跟我这个一样，什么样？侧面线它是有一点点弧度的，对不对？然后来再去找它的这个，不要去在意这个高点啊，你们着重来看它的侧面形状线是什么样的，好不好？能搞明白吧？到现在能搞明白吧？好了，这是方形。对于椭圆形和圆形，这个没有明确的要求，但是假设说，来我画上我的这个本甲，游离圆 AB 点，游离圆的 AB 点啊。这个位置，我们在遇到这样的做延长甲的时候，咱是不是会从它的这条线，从延伸 AB 点这条甲路线出来一根，先出来一段，是不是？出来一段之后，我们再给它做延长。但是你像圆形和椭圆形，大家可以给大家也看。看，这是一个梯形，看见没有？梯形甲前缘是不是直的？一个直角，是不是跟我们平常修方形的要求的标准类似？从侧面来看，能看见吧？我们在贴这种甲片的时候，是不是在贴上去找的就是两边，给它完全盖住它的 AB 点，一条直线出来，这样一看就能明白了吧？
是不是？这是针对于方形一点的啊，方形、梯形，只要是前端拉直线的，都是跟这样的有关。除非你那个拐角处是方圆形，那么我们走的这个边缘这个角的位置就有一点圆。你们自己这个问题之前没给大家好像着重讲过。来，再看一个，这就是纯方形，短一点的方形点。来，从侧面来看，是不是 A B 点出来前缘是什么？一条这种直线，一个直角拐过去的啊，拐过去的。但你同样，它这个角只要出现了弧角，那一定是个方圆形。所以从侧面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它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甲型。好了，这是这个方形，跟方形有关。方形、方圆，我们接下来再看椭圆形和这个尖形。其实你们自己这个，我不说可能不注意，但是你们修的时候，哎，我什么样的才是个标准，是不是就不知道？来，先来看一个椭圆形甲片。当我们在修的时候，椭圆形有可能前缘是直线吗？几乎很难，几乎很难。如果你把它修成一个前缘是直接就是平着出来的话，那肯定不好看，那指定甲型有问题啊。来，像这样的话，我们从直接这么看一下，直接看一下。是不是就算是全贴也好，半贴也好啊，它是从这个位置，从这里开始慢慢的一条弧线上去的，慢慢一条弧线上去的。你的指甲修的越窄，也就是说是椭圆的，肯定比圆的这个弧度高度要更高一点，要更高一点。也就是说，但是你从哪里去拐呢？我们不能就是修行，我贴到这儿，哎，我就从这儿开始去修，不对，绝对不可以。就只要是延长甲相关，你要修行的话，你的微笑线的两端留着一部分。往外留上0.5毫米，针对于指甲不同长短啊，这个没有什么明确要求。来，往外留上这么一点点，你再开始去爱怎么拐怎么拐，好吧？爱怎么拐怎么拐，不要直接就从 A B 点刷就上去了，一个容易断，另外呢，甲型不好看，甲型不好看啊。A B 点先延伸出一块来，然后慢慢的往上走。好，我再去给它找平指甲啊，我再找准它的甲型。我画的有点高啊，画的有点高，但是你们记得这个问题是重点，这个问题是重点，就是椭圆形、圆形还有尖形、尖圆形这些都一样，不要从 A 点直接就修行，包括这儿也是，不要在这儿修出一个坑，不可以的，一定是一条侧拉线啊，侧边线是一条直线。好了，这儿上去。哎，这是针对于一些圆呀，或者是椭圆类的。那要是说是尖形相关的呢？尖形相关的，其实基本甲型就那么多，你就反过来复过去，它就那么多。但是尖形注意看啊，一般椭圆和圆出现这种情况要更多一点，宝子们。但一般来说，尖形甲是可以修成这种比较直的线的，有点画的小一点。因为问题其实反过来复过去也就那么多，对不对？好了，我们一条，我看这个甲型，你看尖形甲啊，这是一个尖形甲。我们在贴好甲片之后，是不是这样挺好看？从侧面看来看，它可不可以是一条侧面线是一条直线？可以吧？是不是？是不是可以？所以说大家在日常在找的时候，尖形也好，椭圆形也好，它是可以把这个啊不是椭圆，跟椭圆没关系，椭圆一般不会，椭圆一般不会，看看。然后像这样的话，它整个说实话，这个甲片弧度有点出现偏差，但是尖形呢，它可以修成这个样子，它也会怎样？第二个就是也会轻微的往上走，但是不能从这个位置开始走，一定要超出一部分去，轻微有一点点的上扬。这个呢，就要看你顾客本甲它的问题甲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怎样的。但是你不能说我为了去找平，你看我的指甲如果有点下钩，是不是指尖有点下钩？那我在贴的时候，我不可能沿着我这个贴下去之后，是不是就全往下了？啊，我们要前端留胶，让整个指甲保持一条直线，但是这样它的高点以及弧度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铺胶要去调整，啊。贴甲片很简单，因为那个它的弧度已经自然而然的给你了，根本不需要你去做太多的调整，就怕有的那个甲片它弧度也不在，什么也不好看出来，反正基本上吧，我们侧边尽量能找直线就找直线，好不好？能搞明白不？圆和椭圆。椭圆，你想想，你要拉个直线，真的就没法看，整个甲型肯定跑偏啊，整个肯定跑偏。然后再给你们找个其他的这个椭圆，看看是不是一样。找个透明的吧，这也是一个偏尖形一点点的，尖形基本上啊也是直线过去，但是你看它的弧度是整个抛物线往下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多少有点小问题。
到时候找找，根据不同的甲型去找，好吧？行了啊，能看明白吧？这没问题了吧？没问题，我过了啊。虽然下午大家会比较发困，但是我尽量的给大家讲全，不管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看都能看，好不好？没有问题了吧？没有问题，这是第4个注意点啊，这是第4个我们要做的注意点了。基本上做延长甲问题就这么多，剩下的就是在于实操里面的铺胶手法问题了。这是在形状上我们在找的时候要格外注意的一些，快想想，还有问题吗？快问一下，没有问题，我又翻页了，我又要翻页了。有没有问题？我有是不是？你们是不是都睡觉去了？快别紧张，这个刚刚讲，刚才没看见是不是？这个有2种嘛，就是肩型针对于本甲甲型的不同，我们要给它做个调整。就是如果说它的下钩特别厉害，你给它上来就修得很直，也挺难。但是尽量肩型也是去往直里面去修，除非特殊情况，我们可以轻微的上扬，但是不能上扬的特别厉害，不然就有点上翘了，好吧？没问题了吧 ？OK， 下一页了啊。来了，这是我们我心里真痛快，因为好多问题点之前课程里面我没给大家去讲，回头发现这个一不讲吧问题就特别多，所以今天我给你们讲明白了，先把这些之前学过的一些学员你们先掌握扎实，然后我们接下来在做的时候，这些问题点你们就能轻松掌握很多了，好不好？有没有甲适合什么甲型的甲片的说法呢？有，这个根据手的胖瘦有的，但是那个更多针对的是短指甲，只要是你的指甲变长了，它都挺好看。的，就是延长甲倒还好，主要是针对于像短指甲型，因为我的指甲如果说特别的宽，我别用这手，用特别的宽，对不对？结果我修了一个很方形的指甲，我甲床也大，甲床也宽也大，修个方形甲都会显得，你比如说我这个，就会显得更宽。但是同样我要是修个椭圆形，它感觉就会不一样啊。这个是有的，但是长指甲的话倒没啥事儿，好吧？待会儿我再想啊。再有什么，我再给大家做补充，这是最经常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些实操呢，咱之后的这个课程里面，大多的放在实操里面，多给大家实操一下，讲一讲。好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做延长甲那个贴甲片用到的东西吧。贴甲片用到的东西，还有一些问题甲的调整，你们把这一期看完之后，再从课程上去搜就好了。什么问题甲针对什么样的，怎么去调整，好吧？来，这个，首先是甲片。甲片延长会用到的胶一般有几种呢？一个就基本上就是3种，现在目前来说基本上就是3种。第一种速干胶，开始讲这些东西你们就好明白了啊。第二个甲片凝胶，就是咱作为美业人，我不管你以后是不是真的要做顾客，我还是照着你要做顾客的标准上去讲。第3个固态贴片胶，现在做延长甲基本上跟甲片相关的都是用的这3种，还有一个是什么？是综合那种，反正都一样。它的区别就在于速干胶不需要照灯，但是这个禁忌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好是不要给扁平甲，还有这种下钩甲。只要顾客的指甲特别，你像我这种就还算是已经算是比较扁平的，是不是一条横直线出来的？因为甲片它是有弧度的呀，甲片要有弧度的，你用速干胶压下去之后，中间会很容易留有大量的空隙，留有大量的空隙。速干胶这种，我先给你们看一眼啊，就是类似于这种是最常用的，上面带着这个。它是一个注册商标，然后你看它带着灰色的这个字母，基本上都是正品。然后你们再另外一个像这个台湾胶水，它叫台湾胶水，打开之后，如果里面是偏粉色的，也是正品；如果是其他颜色，就是假的啊。这是这个速干胶，就是这种，就是刷到甲面上直接按上去，一会儿就自然干的。针对于扁平甲还有下钩甲，最好是不要用，因为这中间需要填大量的胶，你才能给它完全贴合，不然你轻微一松手，它就有气泡了。然后如果你再去按压时间短了，或者说这个长时间按压是干了，但是在打磨的途中，它不是指甲会动嘛，在中间那么多胶，两边干了，中间里面那空洞的胶没有干，它也进不去空气，它不见风，它自己打开它怎么去干呢？是不是？所以说会不结实啊。用这2种甲型甲会不结实。好了，那遇到问题甲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用的都是这2种需要照灯的。来，照灯时间多久？2分钟。
2分钟，至少要2分钟，就是整体做好之后一定要照灯2分钟以上。只要时间短了，很多同学说为什么贴的固态胶，甲片掉了，胶还在，是因为这个，好不好？是因为这个固态胶，像这个需要照灯的话，我优先会推荐这种，因为甲片凝胶它相当于什么呢？它有很多名字，比如说咱家叫万能粘合底胶，还有什么多功能底胶，还有甲片底胶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名字。只要是这种偏稀状的，偏稀一点的啊，只要说是贴甲片用的，那就是贴甲片的。看看啊，只要是跟这个灯跟这个胶有关的，它都属于贴甲片专用的，我就统一咱就称它为甲片凝胶啊，需要照灯的。固态胶指的是什么？是这种固态贴片胶，就是平常咱用的，跟橡皮泥就跟雕花胶似的。为什么我不喜欢让你们去用它呢？本来你们新手不好掌握，完了你要贴甲片，你看它都是这种块状的，是不是？它是这种块状的，你其实不用咱这么弄啊，一般都说是用这个直接我去勾。这种量你不好控制的，一旦多了少了的咋办？你要是少了，你还得再次勾一次；要是多了的话，你溢出去，它中间胶会很厚。看啊，本来我们中间可以用薄薄的胶去固定，结果你非得用这种偏稠的，它是放上去不动了，但是你看中间那个胶的厚度，看见没有？看见这个胶厚度了吧？我没有刻意的说去给它做的特别的高，但是它就是没有像咱普通这种甲片凝胶更好用。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啊，我基本上不推荐大家，但是它这个好处呢，就是比较好操作，甲片底胶不能贴甲片，宝子，你不是底胶，是甲片底胶，它是专门贴甲片的，普通的底胶是肯定不牢固的，好不好？普通的底胶肯定是不牢固的啊，这个搞明白了吗？这几种方法，现在就是做甲片延长相对来说的一个方法。这些用第2个甲片凝胶贴是很牢固的，反正咱们学员里面用我这个胶没有说是中间出现甲片掉了胶还在指甲上这种现象，要不然就是你们没跟我说，要不然就是真没有发生啊，这是这个方式，可以吧？所以说这里面啊，为什么扁平甲我推荐用甲片凝胶？因为我们在贴这个甲型的时候，如果它的指甲扁平，我用甲片凝胶去来填补中间的空隙，轻轻放上去。哎，它就可以把中间这一块地方，因为只要照灯它就干，所以它干的是比较彻底的，也比较结实，要比速干胶要结实的多。而且速干胶，说实话，你们打磨完指甲之后，它就直接在你的这上面了。所以说我昨天刚刚又抠了一个，这种要比它更健康的多啊，更健康一些。然后像这种呢，它就是后期你就是不用卸的那么彻底，你像它吧，你两面留有一层不好看啊，咯咯楞楞的。你要像它吧，留一层，它就跟一层胶一样在上面，做成建构一样，所以是可以留的啊，是可以留的，好吧？来，大家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继续过了啊，继续过了。这是跟甲片相关我们会用到的胶，然后你像做指托延长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指托延长我给大家说一下。指托延长一般用的就是指托。不是这个纸啊，是这个纸托是一张纸。这个纸托呢，现在不要买太软的，可能不太好用。不要太软的啊，稍微硬一点点，然后粘性要大一点就可以。然后还有这个延长胶，注意延长胶又叫做什么呢？叫做光疗胶，就是咱最常叫的就叫做光疗胶。光疗胶为什么要能来做延长？因为它的质地比较粘稠，稠的就你看它流淌速度特别慢，为啥呢？我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你就知道了啊。胶粘稠越高，它的粘稠度越高，它的胶的整个做出来就更硬，它就越硬。粘稠度越高的胶做出来的指甲就越硬，因为我们做指托延长也好，是为了让整个这个前端还得日常受力啊什么的。你去用个底胶，用个封层做，它的硬度达不到，所以说我们一般做指托延长都要用。然后做水晶延长，一般来说咱为什么国内做的要少？如果真要做的话，它实际上是比任何延长都要快，更要结实的。水晶延长啊，就水晶粉那个有味儿那个可臭的水晶延长，它是最结实。它真的很结实，其实做好了最快的一种方式。
它真的要比其他操作要好得多，要好得多。但是国内唯一的问题就是有味儿，有味儿，所以大家就不太爱用它啊，就不太爱用。实际操作，今天是不实操，今天不实操，然后实操课都得后几天。你们先大致理解一下，今天主要就是前边的这些，一个是你们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你们这个遇到的这些。因为有很多同学已经学过了，是不是？已经学过了，所以说这个你们必须得先去了解一下，然后再接下来操作的时候，我再说哪个点就能知道，要不然咱用那简短的时间我去讲那么多知识，怕一下子大家接受不了，所以今天特意先摘出一节来，把问题点先给大家说到，好不好？受不了，对，就那个确实味儿，基本上你在你一个密封环境里，你只要打开每一会儿谁进来谁得皱眉头，就是那个样。所以说国内现在用的就比较少，会用止脱延长啊去做，但是同样的，你把这两个做好了，你的客单价会比较高，客单价比较高。除了它不是除了它是这个真的做的很少，老觉得这个太味儿了，接受不了。那有好的止脱延长，为什么要用它呢？对不对？所以你们把止脱延长一定好好学，它可以改善很多的问题甲，然后真正矫正甲型。为什么说老师止脱延长要比甲片延长贵？因为甲片它是一个有固定的弧度的。甲片是有固定的弧度，就是你再怎么做，它弧度已经底子就在这儿了。但你如果这个弧度相对于我来说是有点太高的话，你怎么去办？你再磨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就是直接止脱延长。想要什么样的弧度就要，想根据你的甲型做成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而且它的硬度要够。我个人感觉啊。包括我原来店里的一些顾客就说，做止脱延长要比做甲片延长手指更舒服，它没有什么负重感，就是那种闷闷的感觉。贴了这个甲片，总感觉指甲上就会多少有一点，但是止脱延长就不会，好吧？止脱延长就不会，基本上接受不大了，基本是接受不大了的。好了，这是我们目前的这些，除了这个延长的方式，然后这个胶的区别，一般水晶延长这个粉啊，我跟大家再提前说一下，这个粉。用的水晶粉最好用细密一点的，然后有快干，腻啊，你们这样扎下就行啊，一定要细腻一点的，它最后出来的粉球干净，甲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颗粒。然后第三个，再就是我们那个快干和慢干。一般来说，你只要做的时间比较久，或者刚开始我真的要开始做的话，你就用快干。慢干的话要等很长时间，等很久。所以说我更倾向于让大家选择快干型的。好吧，选择快干型的，包括用它去堆钻呀，都可以，好不好？行了啊。另外还要再给大家补充一个点，就是我们做甲片延长的时候，甲片的选择，我不做品牌推荐，课程只学技术，不做品牌推荐，不卖产品。等会儿是吧？我讲完还是讲完？来，甲片延长来看，尽量选择一个弧度不要特别高的啊，这边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因为很多小白竟然问我，老师这个练习甲片我能不能贴甲片？你看一下这个甲片的厚度，它能一样吗？能不能做穿戴甲？不行。能不能做延长贴甲片？不行。贴甲片就是专门贴甲片专用的，然后这个打板的就是练习用的啊，它的厚度整体你就是这么一掰，你看我随便拿一个，这个有点吓人啊，你看。随便一掰它就断了，看见没有？但是你像咱贴甲片，它整个柔软度以及它的韧性是不一样的，你从侧面去掰，你看它也没什么事儿，是不是？一般贴甲片一定要选择一个弧度不要太高，第二个后缘不要太翘，第三个后缘要薄，一定要薄，越薄越好。它这样呢可以做半贴，也可以做全贴，而且不容易有阶梯。这个就是一个全贴半贴通用的，所以大家在选甲片的时候，不要用这种指尖也特别。软的，你像咱那个穿戴甲甲片指尖会软一点，你要贴到指甲上的话，我怕硬度不够，所以说穿戴甲跟贴甲甲片还是有点区别的，好吧？这是我们在选择甲片上一些问题，其他的大家还有什么要点要说吗？大家想一下，就是已经有基础的或者没有基础的，我们来记一下今天的东西，你们看着好像都是理论性质的，但是很重要，你们一定要记好啊，一定要记好。月牙甲片怎么选？月牙甲片。月牙甲片也叫浅贴甲片，一般就是所有的甲型里面来说，喜欢做 C 弧的。什么叫 C 弧？就是一个圆的一半，看看，这是浅贴甲片，也叫月牙甲片。看，就是这种啊，它贴的着重只贴指尖部分。像这种来说的话，它都是大差不差，这样的大差不差不会区别太多，好吧？不会区别太多。然后如果说你喜欢这种弧度大一点，基本上这种弧度都很大，这就可以，就可以。
然后在做的时候，这期我们给大家去讲两端，有时候可剪，有时候可以不用剪啊，可以不用剪。这种的问题你就随便去买就好了，主要就是半贴全贴，因为这个呢也是前端要薄一点，后端要结实。你看后缘掰不动，是不是？到前缘的时候还可以掰。基本上甲片都是贴的地方都是薄软的，指尖的地方是硬的，指尖地方是硬的。我给你拿一个，这是一个方形，是不是？我给你们再拿一个方形，你们看看这个浅贴甲片和普通甲片它侧面 C 弧的区别。一个5号，一个6号，差不多啊。看看，浅贴甲片就是 C 弧比较大的是这种，然后正常的这个也是方形甲，看见没有？它前缘是这种的。说实话啊，跟大家说实话，一般来说像这种的我们可能都得修，除非你就是想做这种，比如说你像考试级别的话，都得做成那种弧度特别高的。那基本上我们都是这种做的要多，而且这样更精致、更舒服一点，这样的反而没有那么啥。这种更好用吗？这个弧度漂亮呀！你看一条直线下来，咱们想要的那些 C 弧自然而然就出来了，C 弧自然就出来了，根本不需要自己再去用指托去做呀什么的啊。但是这个也就跟什么，咱做指托延长铺了第一层胶一样，就是甲型给它延长度以及这个位置确定好了，接下来在上面再重新给它做建构做塑形。对，有人用过。不，也不是不好用，是因为他们不会做建构。不会铺胶，铺出来不好看，全贴半贴方便，这就是咱们美甲行业为什么我19块9可以做指甲，因为我可以快速给你过一下。然后我经常会在我们这电梯遇到各种各样的小姑娘，哎，这个指甲200块钱太不值，你看他给我做的，你们一定要接受，很多顾客当着你的面他是不会说啥的，背后不一定呀。好吧，像这种你都背一点，做浅贴甲片，你比如说这个价格来说啊，伙计们，价格来说。全贴是最便宜的，好吧？基本上是这个，然后全贴很容易勾头发，提前跟顾客说，不是你操作不好，就是因为它就是这么，就是你做的再好，你长一段时间它后缘还是会开，因为你后端没有用胶去给它包起来，所以一个甲片我们又用速干胶去粘，它一种胶水呀，长时间进水都会开边起翘的，是不是？所以说为啥说我让你们有的时候能用甲片凝胶就用甲片凝胶，就算那个全贴后缘很容易勾头发的啊。半贴呢就会好一点，然后浅贴呢，因为比它还要麻烦，用的这种延长胶去做的铺胶的量要更大，所以它更贵。指托延长就不用说了，就是技术要求，纯卖技术。就是我们本着这个给顾客，不是说我为了多问你要钱，而是说为了让你的这个甲片能够多次反复利用，对你的本甲健康更好的话，去给他推荐半贴啊，然后但同时半贴比全贴，你比如说这个100块钱，这个就要150，就这个意思，要比它贵一点。但你们学会指托之后，真的但客单价200以上绝对没有问题，做指托。但是指托单纯的我们店里做指托就是就看长度，如果不是要的那种极度长度的啊，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光单纯的指托延长就要200多，然后再做款式，好吧？想不起来，但是也想我就是这样电脑袋，虽然我不做笔记，但是我会想会捋的基本上这么多。这些问题是大家最常发生也最常问我的问题。好了，到时候在实操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咱再讲，好吧？从明天开始咱就实操了，好吗？大家明天准备好甲片，还有你们的这个胶，速干胶也好，甲片凝胶也好，不管你有什么胶，我都有帮你解决掉的办法，好不好？明天可以开始实操了啊，能找模特，好不好？试一下在别人手上做的感觉。但如果你只是用来我就是做个穿戴甲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没必要，那你可以先放一放，好不好？单独建构怎么收费？你要看当地啊，香香，一个地区你做个指甲都有9块9和99的区别，你建构价格是一样的。单纯的建构是额外要收费的啊，不可能是这个还在款。你可以你比如说我的指甲做的款式，你店里日常价格我就是要99，咱也不说多么贵，举个例子就99块钱。但是这次你觉得他要做建构，或者说你店里所有的人都要做建构的话，好，我就客单价至少就159，是不是？你这个建构进去了，同样做出来也好看，人家也认你的这个价格。或者说我就99块，你要做建构单独加50，对吧？不是说就50块钱啊，一个地区一个样子。举个例子而已，因为咱学员有在村里的，有在镇上的，也有在这个市区的，还有你们北上广这些，价格做一次指甲400起吧，至少。